使用傲雪双剑。夫人，你没事吧？青云，小心！你醒醒啊，夫人！哎呦，你们两个就别在我面前晃来晃去了，赶快坐下吧。看着都心烦。怎么回事？难道是大荒八魔打过来了？糟了，妹妹出事了！走！哎，等等我！小妹，范夫人，小妹，你怎么了，小妹？夫人被大荒八魔所伤，伤势很重。小张，你快点救救她吧！夫人现在心脉受损，必须一股强大的力量替她再造心脉，才能救她一命。这个丹丸力量强大，应该可以救她一命。不行的，丁大哥，这个丹丸虽然力量强大，但是是个阴毒之物。范夫人现在身受重伤，如果强行打入，只会两败俱伤。必须以一股更强的纯阳之力护住她的心脉，再将5行9天丹打入，方可无恙。别说了，让我来。丁大哥，不行的。丁大哥，如果我控制不住自己的话，就把我杀了。丁大哥，别再犹豫了，救人要紧。青云，青云，你没事就好。小张，怎么样啊？臭小子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说句话呀！对呀，我妹妹她不会有事吧？各位放心，夫人体内有5行9天丹助力，元气更胜一切，只要稍稍休息几天就好了。青云，刚才鬼门关走一遭，我心里最放不下的就是，我找了你那么久，才刚刚找到你，想到以后就不能陪着你，我
心里就特别的难受。可是转念一想，只要你好好的、平安、健康，我就算是死1000次、10000次也愿意。您不要再说了，小张刚才不是已经说过了吗？您会没事的，会好好的，会陪着青云很久很久的，娘。你叫我娘，我听见你叫我娘，青云。其实青云心里早已经接受娘了，只是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开口。我今天真是太高兴了，我一不留神我就当舅舅了。真是太感人了，有人叫我舅舅了。哎呀，现在是皆大欢喜啊！大家的努力都没有白费。恭喜你，青云，你终于不再孤单了。青云，其实你最应该感谢的是丁少侠，若不是他好力替我续命，恐怕我们母女早已阴阳相隔。丁大哥，真的很感谢你。刚才你动用了赤魂石之力，身体没事吗？没事。恭喜范夫人一家团聚。是啊，青云，恭喜你啊！此番多谢诸位蜀山少侠相助，才帮陶然居躲过一劫。刚才大家辛苦了，请歇息片刻，我会让哥哥们好好招待各位。青云，娘带你去个地方。什么地方啊？这就是我爹。爹，女儿来看您了。傲然，我找到我们的女儿了，她很好，眼睛长得像你，又聪明又漂亮。20年了，你从来不肯到梦中来见我，是因为一直还怪我吗？我找到女儿了，你可以原谅我了吗？娘，是女儿之前不懂事，女儿现在都明白了。爹，原来是个大英雄，娘亲从未放弃过找我，所以青云不会责怪您的。我相信，爹也不会怪您的，所以您就不要再自责了。青云，谢谢你。娘，还有一件事情，女儿还是想请娘让我自己做主。什么事情？我的终身大事，我想请娘不要再干涉了，因为女儿喜欢的人，希望她也能喜欢我。那样的话，
才会幸福快乐。青云，娘当然希望你找到两情相悦的人，可是，娘不知道你还能等多久。娘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身上流着你爹的血脉，也承受了你爹家族所遭受的诅咒。此病，若是不能与心爱的人成亲圆房，就会气血耗尽而亡，且万般痛苦，是常人所不能承受的。不可能，这世上哪有这么奇怪的病啊？这是你爹祖上仇家所下的恶毒诅咒。当初我也不信，你爹来到中原的时候已经发作过。娘是见过他发作时的痛苦之状。当初你爹自认为其貌不扬，以为不会有人对他倾心，便决定孤身一人去夺取5星9天丹。之后来到中原，本想找一处安安静静的死去，没想到遇到了我，是我解了他身上的诅咒。那这咒什么时候发作啊？治愈者长命100岁，不治者21岁就会发作。21岁。我知道你喜欢丁仪，怎么办？要不娘去劝劝他，你说呢？不用了。可是你已经20岁了。娘，您可不可以答应我，这件事不能对任何人说，丁大哥更不能说。以丁大哥的个性，他是不会弃我于不顾的。可这世上强扭的瓜不甜，若是我真的强行跟他在一起了，我们2个一定都不会快乐的。娘，您觉得心里的痛苦和身上的痛苦，哪一个会更痛呢？青云，娘并不是让别人同情你，娘只是觉得，既然你心里有情，为什么不勇敢地说出来呢？可是，丁大哥心里面不一定有我。那可不一定。娘和你爹当年创出这套傲雪剑法，讲究剑法配合，亲密无间，心心相印。你和丁颖练习此剑法不久，竟然配合得如此默契。娘觉得，丁颖其实对你是有情意的。真的吗？啊，俗话说，男追女隔层山，女追男隔层纱。当年，我要是放不下范家千金大小姐的身份，抛弃了她，就不会有如今的你。娘觉得，如果你心里真的喜欢他，为什么不勇敢地说出来，免得将来会留下遗憾？你怎么了？是不是赤魂石又有异动？来，白天饮了5星9天丹，动了体内的赤魂石，不过现在没事了，不用担心。来，我们这边坐。这个是2位舅舅熬制的汤药，可以补气养神的，你喝一口。我自己来吧，谢谢。丁大哥，
都是我任性。要不是我顶撞娘，弄巧成拙，引狼入室，也不会把你害成这样。可能是范夫人太疼你了，她想看到你成亲。一切都是误会，你不必放在心上。你身上流着你爹的血脉，也承受了你爹家族所遭受的诅咒。此病若是不能与心爱的人成亲圆房，就会气血耗尽而亡。青云，青云，你怎么了？如果我告诉你，我娘逼我成亲，是想治我的病呢？什么病？我娘跟我说，因为我爹的天域血统，所以我身上带了一种怪病。如果21岁之前不能成亲的话，就会病发而亡。如果是真的，你会愿意娶我，救我的性命吗？骗你的啦！这世上哪有这么奇怪的病啊？况且我在百草师叔身边这么多年，我有病他会看不出来吗？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是真的。那如果是真的，你会答应吗？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如果啊？别拿自己的性命来开玩笑。我跟你说，你已经很幸运了。你现在又跟自己的娘亲相认，就算以后发生什么事，也肯定会逢凶化吉，一世平安。哎，对了，我有一件事情要问你，你是怎么从那个云中雷手中逃出来的？有人救我啊。是谁？我不记得了，当时那个人蒙着脸，我都没有看清楚他是谁。就算他蒙着脸，肯定也会有肢体上的接触啊。哎，是男还是女？他的身形如何？哎，还有他用的武功是哪一派的？我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嘛，难道我故意不告诉你啊？哎呀，丁大哥，当时我被云中雪下了迷药，迷迷糊糊的，我真的没有看清楚他是谁啊。况且这个人是谁，有这么重要吗？我只是想问他是谁，想当面向他道谢。哦，我要回去陪娘了，时间也不早了，你喝完药就早点休息吧。丁大哥，如果我真的死了，你会不会为我难过？若是我告诉你实情，你会不会答应娶我？那样的话，你对我是同情还是爱呢？范夫人，这里是什么地方啊？各位少侠，我知道各位此次前来的目的，就是要进藏经阁一阅。各位助我对抗大荒八魔，又助我与青云相认，我实在是无以为报。这就是通往藏经阁的法阵。哦，夫人，之前听范仲范伯说过，藏经阁是您的脑海里面幻想出来的东西。先前假山上所见，只是您思想所倒映的幻想，其中有何玄机啊？自上古以来，范氏一族的女子就传承了记忆力超群的天赋。外人传说，藏经阁有万卷书籍，其实这万卷书籍早就印刻在每一个传承人的脑海里。各位请随我围桌而立。
以手相连。嘿嘿嘿。排除一切杂念，以心观心。天下都知道，陶然具有藏经阁，里面有先祖收藏的各路武功秘籍和江湖秘史。各路习武之人为了一探究竟，不惜使用各种手段，趋之若鹜。可是进来的人却少之又少。其实，藏经阁是印在我的脑海之中。哎，那夫人，请问您知道紫青双剑和神木剑的下落吗？双剑本是前古遗珍，共雌雄2口，雄名紫影，雌名青锁，可分可合。双剑埋藏于武当山翠屏峰山腹内，非有极大仙福仙缘，不能妄取。而100年后，凶剑幽冥从魔地出世，为了克制凶剑煞气，仙人将紫影剑取出，用其罡煞之气封印幽冥剑于莽苍山之巅。原来如此，那神木剑的下落呢？宗主，副宗主已经准备出发了。我去送送他吧。血池已经储满，我不在的时候，你保重身体。你就没有什么要嘱咐我的吗？平时被你教训惯了，不说点什么反倒不自在。现在丁颖今非昔比，诸葛玉我愿意放他下山，必然是有些把握。此行危险重重，你千万别再像以前一样鲁莽，凡事要好好的筹谋。你在关心我啊？时候不早了，出发吧。哎，金我，我很好奇，在你的心里，是我重要还是你女儿重要啊？我知道你心里容不下玉儿，但她毕竟是我的血脉，必要的时候，你可以利用她，但千万别伤害她，记住了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但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。事成之后，我帮你达成心愿，你就要娶我做宗主夫人。哦，那算了，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。到了武当，将这封信交与佟掌门，相信他会给我这个薄面，让各位图个方便。夫人，谢谢您的关照。待我们寻得3把神剑以后，再来亲自拜会。夫人，之前是子英不懂事，多有得罪，请夫人见谅。一场误会，无需挂惜。谢谢夫人。谢谢夫人。青云，娘，
女儿这就要走了，你要好好保重身体啊。既然心愿已碎，断不可再任性。你们2个人要好好的相处，互敬互爱，知道吗？嗯，知道了。放心吧，范夫人，昨天晚上他们俩在屋顶看星星聊天，一晚上卿卿我我的，害我都没有睡好觉，对吧？嘿。此去路途凶险，你们一定要小心啊。嗯，娘，你也要好好保重啊。去吧。保重，保重，保重，夫人。哎，走了，青云。去吧。再见，再见。宗主，什么事？他来了。绿袍，我坐了你的位置，你不会恼我吧？天尊，你说笑了。我们是至交好友，共谋大业，何来的恼怒？中原人真是会说笑话，好一个共谋大业！绿袍，这些年我小看你了，这么多年。我一直都以为你是我身边的一条狗。天尊，你怎么想是你自己的事。不过我想你这次看走眼了，你养的不是一条温顺的狗，而是一匹会吃人的狼。绿袍啊，绿袍！既然南明离火剑已经离开了蜀山，你为何不从速报我？天尊，你不是有通天的本领吗？那又何须我来回报呢？宗主，识相的话，就快点把南明离火剑交出来，不要等天尊亲自动手。实不相瞒，这南明离火剑现在并不在阴风谷内。我不是早跟天尊说过吗？我们是共谋大业。说来听听。其实夺取南明离火剑只是你的第一步，你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夺取赤魂石。现在屠妹和小女玉无心随同南明离火剑一同出发夺取赤魂石。女儿？你还有个女儿？屠妹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大方，这样都能忍？我跟她携手多年，自然互相信任。天尊，此次计划周详，肯定万无一失。我看天尊你就留在谷中静候佳音吧。你是嫌我碍手碍脚？我只是相信屠妹和玉儿。好，我且相信你。
主，宗主，天尊，宗主只是竭力帮助你成就大业，敢问何错之有？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教训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以后不要擅自做主。宗主，宗主，宗主，来，你先坐下来，属下我帮你稳住真气。不用了，我已经压制住了我的伤势，暂时无碍。宗主，你为什么要骗天尊？副宗主分明和小姐是不和。九都，你在我身边也快20年了吧？是22年，8个月02天。没想到你记得那么清楚。宗主，宗主对九都的救命之恩，九都不敢忘恩。那你还记得当时是怎么样的情景吗？属下不曾忘记。当时我在天域还是一个修行卑微的少年，图霸被封印了，返回天域。他还处心积虑，想要冲破封印，返回中原。于是到处抓人，充当他的后辈。被他所抓的，修为高的被逼替他卖命，修为低的便永世为奴，不得翻身。我四处躲避，可是没有办法，还是被图霸的手下盯上。我很清楚，那一天是你把我救了下来。若说是我救了你，倒不如说是你救了我。后来你背着我在雪地里跋涉了9天9夜，竟然不顾自己的安危，折返图霸府邸。你那时也是天真，竟然赌上自己的性命，去求图霸救我，却不知道图霸与我本是死敌。不过说来我也命不该绝，竟然让我遇到了图妹这个冤家。九都，你跟在我的身边20多年，出生入死，我唯一信任的人就是你。可这一次，我们恐怕遇上大麻烦了。宗主救命之恩，属下当以性命相还。属下的命是宗主赐我的，宗主想要去哪里，做什么，属下誓死追随。如今赤魂石还未到手，图霸就已经先来。方才你也看见，只要图霸1天不死，我身上的血术就永远无法解除。
就算我拿到了赤魂石，也是受制于人。与其这样，不如除去图霸手中的嗜血蝶王，彻底摆脱他的控制，让他看看谁才是阴风谷真正的主人。属下明白，全听宗主吩咐，属下万死不辞。天尊，要我说，那上官景我的态度太过嚣张，他压根儿就没把您放在眼里。那依天尊看，他白天说的话有几分可信？南明离火剑确实不在阴风谷，我感受不到剑气，这点他没有骗我。那我们还待在这儿干什么？难道天尊真相信绿袍所说的话？当然不相信。绿袍说的没错，他就是一匹会咬人的狼。如果不先除了他，迟早被他反咬一口。那天尊，您的意思是？不着急。南明离火剑既然已经离开了封印之眼，回到我的手上是早晚的事。既然来到了阴风谷，就顺便除掉这个不听话的大麻烦，免得后患无穷。天尊，你返回中原的事，先主还不知道，要不要属下去通知他？哼，屠妹也不知道被上官景我下了什么迷魂汤，竟然敢瞒着我，真是不知好歹。哼！天尊息怒。相信先主他也是有苦衷的。我不管他有什么理由，谁要敢背叛我，就要付出代价。这件事不要让屠妹知道，免得她坏了我的好事。你们两个现在去截断阴风谷所有的对外联络，我要来个瓮中捉鳖。是。我跟你们说，你们说那个江湖大侠，那不是江湖大侠。前两天路过我们茶楼的那5位，那才是真正的蜀山剑侠啊！3男2女，女的要多漂亮有多漂亮，男的那是风度翩翩，神力过人。呆子，说要低调行事，这一路还这么招摇。也干了不少事儿，是真的。哎，打住啊！我说小二哥。你说你每天讲这点事儿，你不烦啊？我们都听烦了。就是我们都听烦了。望江楼啊，新来了2个红牌的美女。哎，谁呀？哎，你看颜子。他们不爱听，本姑娘却偏偏爱听。过来讲给我听，这锭银子就是你的了。这位姑娘出手挺大方啊。贱子。我听他们称呼有一个叫丹晨子的师兄啊，讲那个力气最大的。哎，对，你喜欢这个呀？我跟你讲啊，其实就是这几个人啊，路过我们这个小店，然后呢，就看着这个恶霸抢美女，非要娶这个穷人家的姑娘，哎，然后这个公子啊，哎，有力气这公子啊，就看不下去了啊。就想给这个姑娘讨个公道，这恶霸就说自己是男人，一定要一言九鼎什么的，然后呢？然后啊，这个有力气的公子啊，
真的就扛了9个鼎就来了，然后这恶霸嘴就给堵上了。那姑娘呢？不会以身相许了吧？想，她真想，可是被公子给看出来了。公子赶紧就把身边这个女侠就给拉了过来，就说：“你看，我已经有良配了啊！依我看呐，那个女侠真是英姿飒爽，气度不凡呐，一看那就是天上一对，地上一双啊！哎，这个时候，哎呀，谁呀？是谁呀？这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要偷偷跟着我？关心你都不可以吗？关心我，恐怕是捣乱吧？又或者，是我爹派来监视我的探子？怎么会呢？我是真的关心你，而且我打算给你来个贴身的保护。哼。我说过，不要再跟着我。哎呀，我也跟你讲过，我会始终站在你这边，不管你会不会给我任何回报。你每次除了这些陈词滥调，就没有些新鲜的词吗？啊，我的话当然没有丁颖的故事那么新鲜啦。你说什么？你还忘不了他，对不对？你既然都已经发现他的行踪了，你为什么不跟上去啊？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，就只能这么暗中跟着他。就算是能帮上一点忙，我心里也会舒服一些。我劝你啊，还是别抱任何的幻想。有的缘分，错过了，就真的错过了。你也听见了。你的那个丁大哥整天跟那个小师妹成双成对的，这么快就忘记了跟你在一起的默默深情。这样的一个朝三暮四的男人，我劝你还是尽快的回心转意吧，也好给我个机会，要公平竞争一下呗。哼，就算我不跟他在一起，你也没有机会。啊！我可以创造啊！我还要赶路，如果你能少说2句呢，我就让你跟着。你要是再敢多说1句废话，信不信我割了你的舌头？割舌头，太恐怖了吧！哼，不过我就是喜欢你这样。师姐，你为什么不要那秘籍啊？哎，不用不用，我真的不需要嘛。干嘛呀你？哎，丁大哥，这前面就是武当的地界了。在下武当掌门同源齐门下弟子。我们是蜀山弟子，特来向武当佟掌门求见卿所见。这里有陶然居范夫人休书一封，麻烦这位师兄通报一声吧。掌门不能见你们。为什么不能见啊？掌门不能见你们。哎，这位小师傅啊，是不是你们掌门在闭关修炼，怕被我们打扰，特地派你来接我们啊？啊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？掌门吩咐，先请几位到我山中别院休息一晚，明日再面见掌门。走吧。石室非常隐秘，平常绿袍就常去，但是没有人知道他在里面干什么。有秘密，我这个人最喜欢听别人的秘密。你们2个继续监视谷里的一举一动，我去看看。天尊，是险叠金贵，留在这里可否妥当啊？绿袍要是敢来偷，
我就让他有去无回。请我只不过输了一次斗剑大会而已。人的一生那么长，总会有许多挫折的。所以，这次图拔来势汹汹，你相信我能挺得过去吗？我相信你，你一定可以的。你知不知道这么多年我是怎么过来的？前路艰险，腹背受敌，稍有不慎就是万丈深渊。如果只是我一个，我根本不必面对这些。但是为了你，我一定要坚持，哪怕只有1/1000的机会。你的勇气加上我的勇气，对付这个世界，足够了吧？嗯。你再等一等，再等我一下，很快我们就能够再见面了。天尊怎么来了？怎么了？阴风谷有这样一个地方，而我却不知道。我只是觉得此处僻静，辟出来让自己打坐冥想，本也没什么不妥。不过人总有点私心，想为自己留下个小天地罢了。天尊若是想参观，请便。自己的天地，你该不会在练什么武功，还是藏着什么武器，想要对付我吧？天尊多虑了，难不成你是对自己的实力不自信？天尊，还有什么事吗？
你个绿袍，竟然用调虎离山之计骗我离开，企图盗取嗜血蝶王。天尊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嗜血蝶没什么事吧？放心，我早有防范。我在此设下的咒印与我有所感应，一旦有人靠近，我便会知晓。天尊真是高明，绿袍也太目中无人了。天尊，我这就去把这贼给抓回来。不必了，有这嗜血蝶控制他，还怕他造反不成？属下斗胆问一句，这小小嗜血蝶当真如此厉害？那是当然。这嗜血蝶是用我自己的血喂养炼制，经过上万条蛊虫相互撕咬残杀，才得此一条。被下蛊之人发作时有钻心之痛，要化解这蛊毒，除非将这活着的嗜血蝶化作灰烬服下。天尊将这嗜血蝶封存在封印之中，外人难以接近，当真是万无一失啊！那是自然，天尊功力无边，这下绿袍可有的苦头吃了。宗主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属下按宗主的吩咐，已经在大殿附近埋伏。图霸知道宗主进入密室以后，果然耐不住性子，前去查探。宗主，之前图霸闯入了密室，可是却突然脸色大变，忽然离开。想必是感应到有人闯入了咒印，可如此一来，他更会加强防范。要想拿到嗜血蝶王，只怕会难上加难。宗主，恕属下办事不力，未能帮宗主拿到嗜血蝶，请宗主责罚。不必了，起来吧。图霸他老奸巨猾，看样子是我小看了他了。宗主，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做？如今南明离火箭不在谷中，可图霸却迟迟不肯走，分明是为了留下来对付我。你想想，如果你是图霸，你现在最不希望见到谁？副宗主。多亏天尊神机妙算，早在这鸽子身上下了毒。这绿袍果真图谋不轨。走，禀报天尊去。好。
看来他还是心急坐不住了吧？天尊，他是不是让徒妹回来替他解围呀？不是，绿袍是不让他回来。什么？他是什么意思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信中说已经联合蜀山，不日便围攻阴风谷了。混账，他人呢？属下方才见他往雪池方向去了。绿袍，给我滚出来！绿袍！居然设下了风炎破天咒，难怪你之前闯不过。宗主，要破这个咒印十分凶险。你现在不是犹豫的时候。我受制于你20多年，如今再不奋力一搏，只怕来日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。这就是蝶王，是不是将这虫子化为灰烬服用，就能破血术之术？没错，属下是听过屠霸说过这件事情。屠霸当年也说江湖人心诡谲，没想到过了20多年，你还是没有学聪明。绿袍，你赢了。屠霸，我早就说过，我是一条会吃人的狼。确实，我没有想到你上官景我城府之深，没想到你可以忍辱负重这么久。你选择入侵武林，还跟武林中人合作，这就是你犯的最大的错误。你以为你落在我手里，你还有翻身的机会吗？对不起，宗主，九毒第一个主人就是天尊。
那嗜血蝶王，你以为服下嗜血蝶王就能解了血术？你错了！我千辛万苦培育出这只嗜血蝶王，就为让你承受噬骨钻心之痛。哈哈哈哈哈！玉儿，你为什么每天晚上都要盯着丁颖的卧房啊？妖人行踪诡异，我们潜在武当山一整天，一点线索都没有，只好在这里守株待兔了。玉儿，我真没想到啊，原来你还有偷窥这个癖好啊！你有病啊！这是正事。正事。我早就跟你讲过，我五鬼天王独步天域，天下所有的女子都会对我倾心。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有没有偷窥过我？没有。哎，丁颖来了。玉儿，我们缘尽于此。如果彼此能够忘记对方，可能会是件好事。妾有情，郎无意呀。是我，子英。师姐，我能进来说话吗？当然可以。这个女人半夜跑来干什么？我有预感，接下来一定有好戏看。你站着干嘛？过来坐呀。师姐，这么晚了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啊？可能是因为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大秘密。什么秘密？在我告诉你之前，你能答应帮我一个忙吗？如果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，我肯定会尽力的。你当然可以了，而且这件事情只有你才能帮上我。
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女人明明跟丹晨子是一对，为什么会半夜跑来丁颖的房间里？这个女人的确很奇怪，她到底想对丁颖干什么呢？我特别欣赏你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蜀山呢，虽为武林大派，可是我也看得明白，我爹是个中庸之人，这些年来并没有什么大作为，在他的门下呢，也没有什么特别出色的弟子。可是你就不一样了，你一到蜀山上来，我就觉得你将来肯定是一位大英雄。我不懂你的意思。我实话实说吧，你没发现我们到武当来已经2天了？别说这个掌门会把青锁剑借给我们，他就是看都不会让我们看上一眼。你想，现在正是天下大乱之时，换作是你，有了一把青锁剑在身边，会借给别人吗？掌门应该不会出尔反尔吧？他不需要出尔反尔啊，他只要拖着我们，让我们知难而退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碰巧我知道他的另一个秘密。什么秘密？我知道青锁剑藏在哪里。你想我去偷剑？哎，话别说的那么难听嘛。弱肉强食，谁有本事谁就得到了。蜀山借剑本来就是件光明正大的事，不用偷抢拐骗吧？你再好好考虑清楚啊！你不用那么快回绝我的。你身上有赤魂石护体，武当山上所有的机关都不可能伤害你的。等你拿到了剑，我会告诉我爹，是你为蜀山立了大功。你放心，没有人会知道剑是怎么得来的。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现在怎么可以突然的就闯进去呢？你没看出来吗？他在怂恿丁颖冒险。他都不在乎你了，你在乎他干嘛？喂，哎，丁颖房间不是在这边吗？为什么不肯冒险呢？只要你愿意的话，我什么都能帮你去做。师姐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样？我就是想让你再勇敢一点啊，这样我才会更喜欢你一些。大师兄，这其实是个误会，不必解释。夜深了，我送你回去。放开我，我不走。大师兄，本来他是来说青锁剑的事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就变成这样。今天发生的事情，明日我自然会找你问清楚。在一切查明之前，你最好离他远一点。啊，这下可没有好戏看了吧？某人心里总该满意了。哼！你干什么？是你干什么？深更半夜，为什么独自去找丁野？我找他有事商量，倒是你，为何坏了我的好事？子英，到底是怎么了？你不是这样的人。我是什么样的人，我心里清楚。
不许走！大师兄果然比丁颖有魄力多了。我没想到他这么假正经，害我费了不少唇舌。你们这些人也真是笨呢。像青锁剑这等宝物，向来都是等着有缘分的人去得到的。你以为童元奇真的会把剑借给我们呀？哼，他明明就在武当，有本事的话可以自己去拿呀。你刚刚找丁颖，是让他去偷剑？他体内有赤魂石，原本是最好的人选。可是他实在是太蠢了，竟然不懂得利用自己的力量，还拒绝了我的好意。不过大师兄你就不一样了，大师兄是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人，只有你才能够得到青锁剑，才能够得到我的心。到时候我们两个人得到紫青双剑，做一对神仙眷侣，你说好不好啊？如果你不同意的话，我只能再去找丁颖了。别去，你永远都是我的，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。